1942年冬天，列宁格勒围城期间，苏军军粮严重短缺，每名士兵每天只有300克的掺了木屑的口粮，造成了大量士兵死于饥饿，更是因为缺乏水果蔬菜的维生素，致使坏血病等疾病泛滥。可见军粮对一支军队的重要性。在行军打仗期间呢，士兵们不仅要吃得饱，更要吃得好，这样才能鼓舞士气，提高战斗力。为此，各国都研发出了众多易携带、易食用的单兵口粮。单兵口粮又名单兵野战口粮，是部队在作战期间无法获得正常饮食时可以即食的一种军用食品。为了让士兵们快速补充体力，军事专家们便发明出了很多种专供战场上吃的食物。单兵口粮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期。当时拿破仑率军征战四方，由于战线过长，大批的军粮运到前线后便会腐败变质，极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。因此，针对如何储粮的问题，拿破仑悬赏巨额12000法郎，最终促成了罐头的发明。而后英国人又发明出了马口铁罐头。慢慢的，单兵口粮呢开始朝着多样化、营养化、自热化等方向发展。进入到新世纪以后，军用单兵口粮已经成为了军队中最重要的后勤保障物资了。根据综合国力的不同和饮食文化的差异，每个国家的单兵口粮都带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。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在俄乌战争中双方的单兵口粮。俄罗斯的标准单兵口粮是一个重2.1公斤的大纸包，分为7种各不相同的餐包。其实呢，只有主菜不同，配料基本一致。主菜呢分别是牛肉炖青豆胡萝卜、牛肉丸子、土豆烧牛肉、牛肉炖豆角、炖牛肉、荞麦牛肉饭、鸡肉米饭、牛肉大米饭，几种主菜混搭，再搭配干肉酱、午餐肉、牛肝酱或者是蔬菜酱、蔬菜丁。具体的需要看分配到手中的菜单了。这种口粮总体热量为4300卡，包含了123克蛋白质、210克脂肪，以及超多的540克碳水化合物。这是俄罗斯士兵24小时的口粮。接下来呢，咱们以1号菜单为例来看一看具体这款单兵口粮的内涵。首先是辅助类，口粮自带一个便携式加热器，简易的金属片制成，简单的弯折制成金属支架，就是咱们的生活做饭的简易灶。3块由乌洛托品加上少量蜡压制而成的固体燃料，一顿饭用一个。新版的固体燃料上呢也有火药，可以直接燃烧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呢，口粮内配有1包火柴，内含6根防风火柴和1个擦片。3把塑料叉子，1把塑料餐刀，这2样塑料制品会因为携带挤压问题而变形。口粮还贴心的配备了3包消毒湿巾、3张餐巾纸。据说老式的口粮里面是没有这2样东西的。接着是3块饮水片，然后呢是配料类，口粮包括了3包20克的糖、3包固体饮料、2包红茶和1包速溶咖啡。如果觉得味道不好，糖可以用来调味。固体饮料有多种口味的组合，据说橘子口味的比较好喝。速溶咖啡呢极其难喝，不过呢在战场上有的喝就很不错了。而且高糖的饮料可以有效的补充热量。口粮中还有1片口香糖以及1颗维生素，保持卫生与全面营养。5克盐、1克胡椒、45克果酱，这3样呢是给主食调味的。接下来还有2包奶精，可以把前面提到的红茶变成奶茶，或者做成咖啡伴侣使用。最后出场的是口粮的重头戏，主食和配菜。果泥100克，蔬菜泥100克，咸肥肉酱100克，奶酪80克，牛肉酱50克，以及同重量的午餐肉。这部分呢是酱类配菜，无需加热，可以直接食用。主食呢可以拌酱享用，不过这些酱呢大多高热量，油脂含量特别高，尤其是咸肥肉酱里面的肥肉片，很多士兵都吃不惯，属实是黑暗料理。顺便呢还要提一下，口粮内还提供了30克的巧克力棒。俄罗斯的巧克力可是世界出名的好吃，不过新版口粮似乎取消了这个配置。最后登场的是主食，4包50克重的饼干，一般呢分为100克的全麦饼干和100克的小麦饼干。2种饼干呢基本是无味的，前面提到的果酱、果泥都可以配合食用。如果有人喜欢搭配咸肥肉酱，来一打开胃的咸饼干也不是不可以。接着呢是3个软罐头，每个25克，
1号餐呢是炖牛肉、鸡肉米饭和牛肉炖青豆胡萝卜。大兵友情提示啊，虽然这3个罐头可以开罐即食，但口味极其油腻，建议能够加热后使用，千万别省事儿。总体来看呢，俄罗斯的单兵口粮热量非常高，比如美国的单兵口粮一顿呢平均提供1250卡热量，而俄国的平均热量每顿达到了1500卡，而且脂肪含量极高，配酱和主菜上面都结着油块，要是遇上不爱油腻的士兵，恐怕根本是提不起食欲。同时，这款单兵口粮缺少自热技术，在战场上使用起来相对麻烦。还有配菜均匀方面，工具和食物呢没有分成3个餐包，这样一顿吃不完，很不方便携带。根据乌军缴获的俄军单兵口粮来看，很多俄军士兵的口粮都是过期产品，这从侧面呢也证明了俄军军费紧张的问题。连充分采购单兵口粮都做不到，怪不得很多俄军士兵会到乌克兰的商店去补给，这已经是断供了，连过期口粮都没得吃了。当然也有人说啊，由于俄罗斯天气气候严酷，配合适当的储存条件，即使保质期只有2年的口粮也能大大延长寿命。其实这些话相信兄弟们自有论断，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摆在那里，有口饭吃就不错了。据大兵了解啊，从2021年开始，俄罗斯又推出了很多新式的战斗口粮，基本都是热量下降到从4500卡降到了3700卡，重量呢也跟随下降，从2.1公斤下降到1.8公斤，6个小罐头去掉了2个，咸肥肉酱已经消失，反倒是增加了糖包和湿巾的数量，分别从3包增加到5包，湿巾增加到6包。大兵分析，可能是作战环境的原因，比如叙利亚的驻地属于亚热带沙漠气候，温度较高，所以才有了上述的改变。好了，俄罗斯的口粮咱们说到这儿，接下来看看乌克兰的单兵口粮。乌克兰的军粮大致分为2个版本，2021年版呢我们称之为战前版，2022年版以及以后的年份我们叫它战后版本。2个版本的军粮都是用大袋子软包装，里面分为早餐、午餐、晚餐3袋。战前版呢附带有4个自热袋，战后版没有加热工具。早餐战后版包括了2包小麦饼干、3包白糖、1包咖啡、干湿纸巾各1份，加上1个猪肉罐头。战前版呢是用350克的牛肉荞麦饭、35克的黑巧克力和1包真空包装的杏干取代猪肉罐头，另外多了1包盐和1个白色的塑料勺子。战后版呢是没有餐具的。早餐杏干和巧克力的口感不错，饼干没有味道，而且偏硬。猪肉罐头的口感不错，肉块入口即化。牛肉荞麦饭肉量很足，口味重的可以加入盐调味。大兵再次提示啊，无论是猪肉罐头还是牛肉荞麦饭，都一定要加热食用，不然将无法下咽，甚至肠胃不适。午餐相对丰盛啊，战后版包括了2包小麦饼干、1个茶包、3包白糖、干湿纸巾各1份、1份干酱、1份猪肉粥。战前版呢，则是350克的鸡汤蔬菜乱炖、500克的豌豆猪肉汤、1包4片装的黑麦面包干、1包同样4片装的小麦饼干、40克的苹果酱、1包西兰红茶，以及盐、糖、胡椒粉调料各1份。最后1片呢是清洁口腔的口香糖。由于战前版呢有自热袋，用餐速度方面是完爆战后版。黑麦面包和豌豆猪肉汤是对不错的组合，口味稍重的士兵呢可以加入适量的食盐。小麦饼干不再是早餐的干绝，可以搭配苹果酱食用，味道不错，而且饼干呢也可以搭配鸡汤食用。战后版的干酱味道极佳，喜欢的人爱不释手，不爱的人可能是半点都不沾。猪肉粥的肉量很足，但缺乏水分，不过为了保存，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总的来说呢，是一份丰富的午餐。晚餐同样战后版包括了2包荞麦饼干、1个茶包、3包白糖、干湿纸巾1份、2包蜂蜜以及猪肉米饭。战前版的晚餐与早餐差不多，只是在早餐的基础上多了1包200克的塔山卡猪肉炖汤。这包炖汤里的肉块量足，可以泡面包食用，风味别具一格。总的来说呢，战后版的乌克兰口粮相对于战前版的缩水不少，比如在加热工具和餐具的缺失方面，肯定会让士兵的用餐时间增加，而且食物的味道也差了很多。据说在战争爆发初期，3名乌克兰士兵捡到了1包俄罗斯的军粮，3人发现俄罗斯军粮是过期的，甚至是不屑一顾。可也赶巧了，正好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
几人呢就准备以批判的眼光、不浪费粮食的原则干掉这包俄罗斯军粮。可是，在吃的时候，这几个人却抢着吃俄军口粮，不断发出真香的赞叹。其实这个故事挺真实的，两个国家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大相径庭，在饿肚子的前提下，确实是俄罗斯的口粮要更受你瞅。兄弟们觉得，在单兵口粮方面，俄罗斯和乌克兰究竟哪家更好吃呢？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